聚会上，男友牵着初恋当众给我难堪，我立刻长乖摊牌，与他分手，舔了男朋友10年。最后他却揽着新欢当众给我难堪，一条狗罢了。我喜欢徐州洋的那些年，圈里人皆笑我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极品舔狗。后来我累了，主动甩了徐州洋后，他却疯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周周，你个疯女人！昏暗的酒吧包厢里，我和一个高挑的漂亮女孩起了冲突。明明我什么都没做，匆忙赶来的徐州洋却先入为主地将我推倒在地上。周周和小苏道歉，仔细检查确认王苏苏身上没伤之后，徐州洋呼出一口气，而后冷冷的眼神射向我，他的脸拉得很长，丝毫不在乎我被推倒在地上的疼痛反应，只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将王苏苏护到了身后。我眼睛发热，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死死咬着唇，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泪意，却听见徐州洋冷笑一声：“别装了。”此时，徐州洋的兄弟们也推门进来，看见这一幕，他们先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而后眼神在我、徐州洋和王苏苏之间来回流转，瞧着我的眼里或嘲讽或尴尬，不想出这样难堪的洋相。我缓缓撑着发麻发疼的腿强站了起来，看着徐州洋，我淡淡解释：“我没对他怎么样，是他先。”“好了，周洋哥哥，我没事的，姐姐只是误会了什么，就激动了些。”我还没说完，王苏苏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苦涩一笑，怯生生地扯了扯徐州洋的衣摆，那小模样我见犹怜，连我都怔了怔。“周周，我再说一遍，给苏苏道歉。”徐州洋很吃王苏苏的那套，心疼极了，猛地就扯过我的胳膊吼道。我一下懵了，他从没这样对我吼过，自尊被狠狠踩在地上碾压。我喉间哽了哽，看向徐州洋的眼神变得陌生。此时，一个朋友迈着步子走过来：“徐哥，算了，嫂子也……嫂子。”徐州洋拔高了音调，死死盯着我。他也配？一条狗罢了。浑身的血液于这一刻彻底凝固，冷意从我的脚底漫了上来，刺得我遍体透风。10年来的回忆和委屈聚成一团，在我的胸腔肆意翻滚。徐州洋的话就像是一记巴掌，狠狠掴在了我的脸上。站在徐州洋身后的王苏苏有些憋不住笑，她高高扬起了嘴角。徐州洋的那些直库朋友有看不惯我的，也在一边偷笑。我的眼睛通红，将他们逐一扫视了一圈，而后视线落在徐州洋的这张脸上，鼻子一酸。良久，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卯足了劲，恶狠狠地甩了徐州洋一个响亮的耳光。徐州洋愣了，包括王苏苏和周围的所有人都呆若木鸡站在原地，有些无措。透过徐州洋睁大的眼睛，我在那对眸子里看到了形容狼狈、双目通红的我。我是狗，徐州洋，那你是什么东西？连狗屎都不如的垃圾吗？我也是第一次说出这么粗鄙的话，尤其还是当着徐州洋的面骂他自己。徐州洋不可置信，而后呼吸变粗。周周，他从牙缝而中挤出我的名字，格外凶狠。徐州洋，你女朋友这个位子我做得正大光明，你品行不端，想劈腿可以，分手就是了，没必要这么羞辱我。我拎起包，不再看徐州洋一眼，抬脚就想出门，身后凉飕飕的一句话却让我又顿在了原地。徐州洋的一个兄弟刘琦对我冷嘲热讽，相当不屑，说的他占理了似的。一直以来像块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徐哥的还不是他，
当初仗着父母胁迫徐哥和他在一起，本就恶心。再说了，小时候经历的那档子事儿，脏成那样，还立起了牌坊，也就徐哥了，不然都没人愿意要他。闻言，我打了一个寒战，转身，我厉色看向刘琦：“你什么意思？”见我情绪不对，徐周阳的脸色罕见地僵了一下，而后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冲我解释些什么。我不看他，只直盯着他那个满脸不屑的刘琦。你知道什么？刘琦吊儿郎当的冷笑几声，不再说话。剩下的人也懂他的意思，相视了几眼后，齐刷刷看着我，轻蔑的、讽刺的。我大脑一片空白。那件事他们知道了，他们怎么会知道？于是我死死盯向了脸色苍白的徐周阳，瞬间明白了，这个男人，我最爱的男人，原来拿我最痛苦不堪的经历和别人当谈资一般的分享了呀。他知道那件事对我造就了多大的心理阴影，知道我在意，所以他才故意如此。他向来这样，哪里最痛，他就越发故意地捅我哪里。王苏苏看出了徐周阳的异样，忙上前抱住了他的胳膊。周阳哥哥。徐周阳不为所动。刘琦看着我们，再度嗤笑出声，看热闹不嫌事大一般的。徐哥，你不会现在还不忍心吧？不是我说，你好人当了这么些年了，周周这种女的被人糟蹋了就赖上你，摆明就是看你老实好接盘啊。当初强了他的人又不是你，一直缠着你可真掉价。做人脸皮怎么能这么厚？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轰隆一声。如果刚刚只是猜测，那么现在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了，徐周阳从未对我有过一丝半毫的喜欢，甚至他也恶心我。过去的事情在我脑中如同过电影一般的又浮现了出来，让我心悸，双手紧攥成拳。我大口大口地呼着气，整个人都快要站不住脚。被人糟蹋之后就缠上了他，他是怎么认为的？也是这么添油加醋讲给别人听的。可我分明还是干净的，那群人当初并来不及做到最后一步，我还是干净的。徐周阳明明知道啊，可为什么他一转身却能那么轻易地造我的谣？周围人们窃窃私语，徐周阳的神情出了一丝裂缝，他似乎生出了些慌乱，想上前伸手抓我，被我躲开了。我喘着气，看向徐周阳的眼里仿佛淬了毒。他身后的王苏苏朝我递了一个挑衅的眼神，彰显着胜利。看来徐周阳也将那件事告诉他了。最痛莫过于心死。这一刻，我终于了然了，也彻底失望了。于是我当着这群人的面，将徐周阳的联系方式删得个干干净净，而后又过去狠狠抽了王苏苏一记巴掌。看着这对渣男贱女，我顿觉无比恶心。徐周阳，我们分手吧。我原以为徐周阳会是我这辈子付诸爱意的执念，可亲口和徐周阳提了分手之后，我反而活得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放松。跟闺蜜安阳说了之后，小姑娘叽叽喳喳，坚持站在我这边。早就看那个徐周阳不顺眼了，明明有你当女朋友了，一天到晚还是招惹那些莺莺燕燕。安阳语气愤愤，话里话外都替我感到不值。周周啊，姐们早给你说了，那徐周阳就是个白眼狼。当初他家道中落，是你陪着他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现在他能耐了，又开始往你身上泼脏水，真是个贱男人。对于安阳的这些话，我又何尝不明白呢？只是原来的我对徐周阳有着巨大的美好的滤镜，觉得他少时救过我，他就值得我去喜欢他一辈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从他开始将我的苦难当作笑话和旁人分享，以此来获得优越感的时候，他就不配了。安阳不懂我的情形，
依旧以为我对徐州阳情根深重，为了让我尽快走出来，拉着我浪了好几天。他带着我去了深夜酒吧，在灯光摇曳的舞池里放肆地扭动着身体，再把台点了一排价值不菲的烈酒供我派遣。后来安阳搭讪了一个帅哥，被帅哥揽着腰就走了，临走前还回头冲我眨了眨眼，我失笑。而后摇晃着身子起来，也打算回家。一个男人见状松了松领带，迈着步子就冲我走了过来。美女，一个人要走吗？再喝2杯吧，哥哥请你。我抬眸打量着男人的油腻样子，冷笑了一声，让开。男人看着我这副样子，反倒笑得更加猥琐。够清高，哥哥喜欢。说罢，他伸着手就要来拦我，我恶喊，退后几步就要躲，却不想这一退，直直就靠近了一个木檀香的怀抱，一双大手从后揽住我的腰，炙热又暧昧，却不惹人排斥。倒是这淡淡的清香让我有些熟悉，耳边传来一声轻笑：好久不见，姐姐怎么还投怀送抱呢？身形一僵，我不可思议地回头望向来人，一张帅气的脸映入眼帘。我怔怔地叫道：江望。江望点头，对上我的眼睛亮了又亮。是我，不敢相信在这里见到了江望。我扬起一抹笑，又要张嘴，谁曾想江望直接将我往怀里又带了带。姐姐，这里可不是寒暄的地方。他一手环着我，眼睛却直勾勾盯着从刚才开始想下手一直没机会的猥琐男人。可能是江望身上的气场过大，我也没看清他的眼里滚动着什么样可怕的情绪，竟然直接让男人悻悻地转身离开了。这么晚了，姐姐怎么一个人在外边买醉？走出酒吧，我拗不过江望，最后还是上了他的车，由他送我回家。看着自己已经好久没见面的邻家弟弟，我只觉得感慨，别说我了，你呢？不是在国外镀金呢？怎么招呼也不打就回来了？这次回来还会走吗？我一连问了好多问题，完全没注意到我说话时江望看着我的眼神。姐姐这些年倒是没怎么变化，就是话变多了。话音一落，我立马闭了嘴。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听。他又轻笑了一声，看着我如是说，眼睛一眨不眨。姐姐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回国吗？我看着她似笑非笑的眉眼，不解道：是有什么隐情吗？没有，她回答得干脆。我为了姐姐回来的。我一惊，指着自己，有些不可置信。江望发动汽车引擎，对着我的侧脸泛着柔意。听说姐姐和徐州阳那家伙分手了。我闻言动作一僵，真是尴尬。所以我紧赶慢赶回来了。等红绿灯的间隙，江望又转眼看我，他的眼里似乎泛着光，亮晶晶的，像一条大型犬。姐姐，几年前我没胆子说，还在你和沈鹤在一起之后，逃也似的出了国。我是怂包，可这么些年，人总是会变的。尤其是当我知道沈鹤对你不好的时候，我真的恨得牙根痒痒。几乎是瞬间，我感觉双颊发烫。你，姐姐，先别急着拒绝，我们之间的路还长着呢。打断我的话，江望朝我狡黠一笑，将我送到了楼下。江望下车，绅士至极的为我打开了车门。他年纪小，刻意做这种行为，反倒有种滑稽的反差萌感。我忍着笑，下了车后对他道：谢谢你。江望摇头，看着我笑得开心。应该的，姐姐。转身告别，转身之时，江望又在身后喊了一声。我回头看他，却见江望的眼里含着几年前那般的小心翼翼。他低声问我：姐姐，你不会再回头的吧？我皱眉，什么意思？正在江望张嘴准备说的同时，我的手腕被猛然出现的一股大力重重地扯到了一边，
徐周阳不知什么时候出现，此时沉着脸夹在我的姜望的中间，神色不悦。他警惕地打量着姜望，而后咬牙切齿嗤笑了一声，真是阴魂不散。姜望却适时地反嘲讽了回去：徐大少是在自我介绍吗？我的手腕被攥得生疼，想抽回手，却惹得徐周阳更为恼怒。他死死拉着我，眼圈因为愤怒都显得有些发红。周周，你就这么贱？一边对着我摇尾巴，一边又急着讨好另一个男人。我被他的话激得全身颤抖，被气的。而后在徐周阳还未说完嘴里的后半句，有人的拳头就已经挥了过去。姜望一拳将徐周阳打倒在地，将我的手牵了回来。真不敢相信姐姐曾经喜欢这样一个人。姜望活动着手腕，双目泛冷地睥睨着地上的徐周阳。关你什么事？徐周阳双目被气得猩红，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来抓我。这次被我一手甩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冷着脸强调。分手？你他妈凭什么？我没同意。徐周阳失了往日的风度，对着我歇斯底里。一边的姜望冷笑：什么时候分手还要你同意了？你又算什么东西？话到这里，姜望原先的表情怔了一下，那股子面对着徐周阳的凌厉劲儿没变，可我只觉得他又有那么一丝茫然，像是戳到什么痛点一般。小孩望向徐周阳的眸中尽是冷意。在我和徐周阳对峙的时候，姜望轻轻握住了我的手，他替我揉着先前被徐周阳攥红了的手腕，眼含心疼。徐周阳却是背着一幕，刺得站不住脚。他咬牙切齿说道：周周，过来。我还未做反应，却感到手腕处牵扯的力道加重，我嘶了一声。姜望这才反应过来，抱歉姐姐，我弄疼你了。没事，我摇头，而后转向徐周阳，看不得我和姜望的互动。徐周阳再度吼道：我让你过来。他的双手紧攥成拳，额上青筋都显了出来。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这样勒令我的？一条狗吗？说到最后，我冷笑出声。徐周阳也听到了我话中的嘲讽，脸色一变再变。周周，你非要闹成这样吗？我没说话，只冷冷看着他。行，好样儿的，我们走着瞧，看看到底是谁他妈的离不开谁。徐周阳甩了狠话之后便转身离开。傻叉！姜望由衷评价道。我点头附和，转身却陷入姜望饱含笑意的双眸中。我收回之前的话，姐姐你是真的变化很大。什么？我问他。姜望摇了摇头。我以为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徐周阳出现你就会迎上去，本来还因此担心我呢，现在看来担心多余喽。他的话并不能使我多开心，反而像在提醒我，看吧，所有人都知道你之前是徐周阳身边的一条舔狗。我叹气，周周啊，周周，怎么活成了这样？轻咳一声，我掩住因为羞耻而略微发红的脸颊。那我走了。和姜望告辞后，我转身就走，可身后那道灼热的视线就是想忽略也忽略不掉。姜望靠着车一动不动，大有目送我直到上楼的架势，这感觉是古怪。于是我回头，久别重逢，要上去坐坐吗？闻言，姜望的眼睛一亮，而后他又思索似的抿了抿唇，才道：算了，晚上就不打扰姐姐了，毕竟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相处时间的。说罢，他痞笑着走近，弯腰低头与我平视，那双眸子干净到只能映出我一个人，对吗，姐姐？英俊的帅脸在面前放大，不知是不是因为体内的酒精气还未散尽，竟然慢慢上头至脑，鬼使神差的。我点了点头。姜望笑了，明艳动人，真是比女人还显得妖精魅惑。周周，这一次
他叫的是我的名字，江望。我反叫回去，你也变了。我评价道。闻言，江望轻笑一声，我没变，姐姐，你会知道的。自上次和徐周阳不欢而散后，我已经有1个月没去公司了。如安阳所说，这些年徐周阳公司是我陪着东山再起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徐周阳，也没有现在的徐氏。因此行至如今，徐氏集团能有这样的规模和成绩，真的有我相当大的一份功劳。现在在公司，我是独当一面的设计总监。还记得当初徐氏得以重新上市的时候，徐周阳抱着我满面春光，在原地转了1个圈。他兴奋地在我的额上、脸上落满吻，而后用极其宠溺的口吻对我说：“周周，谢谢你，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是你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我没有你不行的。”思绪回笼，我讽刺地笑了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助理小孙将1个人领到了我的面前。我看着一身职业装的王苏苏，变了脸色。小孙倒是唯唯诺诺：“周总监，这位是徐总带来的新人，被调来。”小孙说着，越来越小声，有些替我担心，说是要让他熟悉您的职位内容。对上王苏苏佯装怯懦的样子，我嗤了一声，这是什么意思？他带进来的新人不留在自己的身边，反倒送过来抢我的位置了，他也配？听了我尖酸的话，王苏苏几乎是立马就红了眼。周周姐，周阳哥哥只是为了让我多跟你学习好，积累经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他摆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格外惹人怜爱。语罢，便见徐周阳怒气冲冲闯进了办公室，他将王苏苏拉至身后护住，仿佛他在我这里受了什么天大委屈，我是最该死的毒妇一样。周周，你有什么毛病？我将苏苏安排进来，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发泄出来，为难苏苏干什么？为难？你怎么认为的？心中果然如此，我毫不犹豫一巴掌抽向了徐周阳。行啊，冲着你来。现在我问你，你是什么意思？被打了一巴掌，徐周阳不可置信的同时梗着脖子。苏苏的学历比你高，本就比你有资格。这句话一出，我和徐周阳同时愣了一瞬。资格？徐周阳竟然和我谈资格，真是天大的笑话。抱歉，我不是。反应过来后，徐周阳张嘴欲解释，被我打断。既然你是这么想的，那么直接辞退我不是来得更方便？何必再让这个女人来羞辱我呢？话说的难听，徐周阳的脸色也变得更难看。你非要这般无理取闹、不讲理吗？周周，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懂事？回答他的失望眼神的是更响亮的一记巴掌。徐周阳，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让人恶心。说罢，我拿起包包就走人。总监，小孙跟在后面欲叫我，被火起3尺高的徐周阳拦住。别管他，让他滚。就这样，我失业了。一个人在江边散步的时候，我越想越气。手机响起提示音，是一个添加好友的申请，匿名的头像是一只粉色的兔子，鬼使神差的，我通过了那个好友申请。你是谁？对方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丢了一张聊天截图过来。聊天截图上显示的时间是1年前，那是徐周阳圈内朋友一起的群聊。徐周阳的头像我简直不能再熟悉。截屏上的内容，有人艾特问徐周阳：“哥，你不会一辈子都拴死在周周身上了吧？”也是，你说过周周被强了，他现在除了你没人要，只能缠着你喽。徐周阳是怎么回的呢？呵，我怎么会要一个被人糟蹋过的烂货？虽然一早就猜到徐周阳私下会以我为谈资，甚至是夸大其词的污蔑我，
可当我真正看到这赤裸裸的真相和文字时，心里为当初不堪的遭遇，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避难所，还是在顷刻间坍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痛苦与恶心，真的不可置信。多年与我同床共枕的人，原来一直是藏在我身边最阴暗、最狠厉的一把刀，稍有不慎就已经将我捅得遍体鳞伤，鲜血四溅。徐周阳啊，这个当初见义勇为将我从地狱拖出来的人，终究还是耗尽了我的爱意，死在了我自作多情的独角戏回忆里。眼泪迎风落下，我的心中一片荒凉。徐周阳并非良人，甚至内里恶心卑劣至极。我真是替过去那个舔狗一样爱他的自己不值。风吹干了泪痕，之前的爱与感情消耗殆尽之后，我无比冷静，同时也下了决心，我要让徐周阳付出代价。我没有错，我的爱也不是垃圾，糟蹋我爱的人才是。眼疾手快地将截图保存，我朝对面别有用心的人回了一个笑脸，满是挑衅。听说徐周阳真的让经验小白的王苏苏接替了我的位置，而靠走后门的王苏苏新官上任3把火，直接将设计部门的同事们惹了个完全。不少之前跟着我的同事受不了王苏苏的狐假虎威，纷纷递上辞呈。接到前助理小孙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江氏集团办理入职手续。小孙在电话那边愤愤：“周总监，您都不知道这新上任的总监多过分，明明什么都不懂，还总爱指手画脚的。他今天还抢了小林的设计终稿，要报设计赛拿项目呢，真是恬不知耻。那可是小林几个月的劳动成果。今天被通知的时候，小林被气得直接进医院了。”听完小孙的话，我心下一凛。小林是我一直看好的设计师，有天赋也肯吃苦。我在职时一直想提拔他，他本该是下一个我。于是我冷下声音问小孙：“这件事是徐周阳默许的吗？”小孙敢怒不敢言，支支吾吾。我几乎是瞬间就懂了。小孙继续道：“周总监，我也不想干了，这份窝囊气真不是人受的，您把我也带走吧。”呜呜，听出了小孙话里的决然，我想我可能有机会了。小孙先别急，跳槽之前你帮我个忙吧，之后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说服小孙。挂断电话后转身，我猝不及防撞到一个宽厚温暖的胸膛。江望轻笑一声，扶着我的额头：“姐姐好像很开心。”没错，我新入职的新公司姓江，江望的江。在前不久失业后，江氏集团就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江氏是徐氏的对家公司，甚至比这些年如日中天的徐氏还强上许多，所以几乎是接到邀请的当天我就同意了，反倒是吓了太子爷江望一跳。他并不知道我工作上发生了什么，只高兴我能来江氏，一整天都巴巴地盯着我。当晚，江望就约着我去吃饭，他选了一家很难预约的餐厅，消费不高，但胜在味道一绝。因此人气也很高，属于有钱都买不到的那种。这个地方我曾经和徐周阳提过，说我很想和他一起来尝尝。可当时他是说的什么来着？他说这种地方上不得台面，更别说和我吃饭，还是一件极其浪费时间的事情。后来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难过之中，再也没敢在徐周阳的面前提过。在想什么？从回忆中脱离出来，江望往我的盘子里加了一只包好的虾，他对上我的眼，对我笑得温柔：“姐姐先吃着，我再给你包。”从没被人这么对过，我一时有些受宠若惊。“你倒是没架子。”我笑着揶揄他，没想到他却说：“
能和姐姐吃上一顿合适的晚餐，本就已经觉得是奢侈了。话音刚落，我身后就响起玻璃杯被砸碎的声音。周周，熟悉的声音含着怒意，还透着一丝微不可察的委屈。我凉凉转头，在他眸中看到我冷淡的表情后，徐周阳也怔了一瞬，他的身边还站着面色难看的王苏苏，来了兴趣。我仿佛最熟悉的陌生人一般，挖苦二人。难得你徐总肯纡尊降贵来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地方吃饭了，美人在侧，看来王小姐撒了不少娇呢。一边说着看这对面这对狗男女的难看脸色，我其实心里也好受不到哪里去。徐周阳对我和王苏苏的区别真是令人讽刺。徐周阳上前一步想拉住我的手，却被早已沉了脸色的姜望伸手攥住手腕，动弹不得。徐周阳无法挣脱，看向我的眸子泛红。周周，难怪这段时间找不到你，你就一直和他厮混在一起。话音刚落，一拳便直直砸到了徐周阳的脸上。姜望活动了一下手腕，看向徐周阳的眼神仿佛在看什么脏东西。徐总说话注意点，并非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为人不耻，连最基本的羞耻之心都没有。徐周阳吃了亏，第一次想的不是变本加厉地还回去，他是死死盯着我。周周，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别惹我彻底生气。啪！这句毕，我也起身，毫不犹豫地甩了他一个巴掌。徐周阳，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在徐周阳不可置信且渐趋苍白的表情下，我笑得残忍。徐周阳，我自认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既然你先做尽了恶心的事，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准备好了吗？徐周阳，来自于我的报复。我去医院看了小林，彼时他还坐在病床上以泪洗面。见我来了，小林眸光一闪，撇嘴委屈得很，就差扑过来抱我了。呜呜，小周姐，我该怎么办呢？那个王苏苏抢了我的设计成果，徐总还帮着他们逼我就范，默不吭声，否则就说要让我的前途也完蛋。你帮帮我好不好？小周姐，看着小林泪眼朦胧的可怜样子，我实在心疼，但同时我也心生一计。没关系，小林，你去参加设计赛吧，脱离徐氏的挂名，以你自己的名义，我会帮你获得应有的荣誉。小林怔了一瞬，而后看向我的眼中满是坚决与信任。小周姐，你不会害我，我听你的。设计大赛当天，看到设计师评委席上的我，王苏苏惊得瞪大了眼睛。和他一起正在原地的，还有他身边的徐周阳。你竟然是评委？王苏苏率先质问，眼中除了错愕，还有强烈的嫉妒。我看着一边盯着我，眼神晦暗、一言不发的徐周阳，扬起了一抹得意的笑，风情万种地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我说：怎么，很惊讶吗？你也不想想，徐氏集团是靠什么站起来的？对上徐周阳的眼，我一字一句，靠的是我设计出来的一系列高奢品牌。话毕，我拿起一边的话筒，对着一边的观众和媒体道：现在可不一样了，且让我们看看徐氏集团新上任的传说中比我还有本事的设计总监会用什么惊艳的作品来参赛。期间，王苏苏被我的架势吓得一怔，在与徐周阳对视了一眼后，他这才又放下心来，甚至敢躲在徐周阳的身后，朝我面露得意的挑衅。怎么会有人这么蠢呢？我暗自好笑，如此腹诽。而后看着比赛会场后面的大屏幕，露出了一个更为得意的笑。大屏幕的光在此时亮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审核员也在这时出声，这里有2位设计师的参赛作品一模一样。此话一出，全场轰动，
窃窃私语的声音配着爆亮的媒体闪光灯，一下子让王苏苏慌了神。回头看身后大屏幕的时候，她如被雷劈似的僵在原地。不可能的！她猛地大叫，却在小林通过我的示意上台之后噤了声，这才恍然大悟。她瞪着小林：“你怎么会在这里？”小林不言语，只冷冷一笑。大屏幕上又迅速显出了几张截屏，台下有人惊呼，王苏苏和徐周阳也看了过去。一瞬间，两个人的脸色都难看至极。大屏幕上的正是徐周阳向小林转账，要求他息事宁人，和王苏苏对小林冷嘲热讽的聊天截图。设计出来有什么？你也要有本事让这上面署你的名，为我做嫁衣的感觉怎么样？放心吧，小林，我会带着你的作品赢得比赛的。要说这王苏苏也是真的蠢，竟然敢发这样的话，这不明显就是要被有心人抓包的证据吗？截屏一公开，场下的人们对王苏苏和徐周阳纷纷开始指责，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设计圈最忌讳的就是剽窃和盗用了，这个王苏苏真是不要脸。我看徐总也不是什么好鸟，逼退了周周那样的设计师，偏心将王苏苏这样的货色顶了上去。我看这徐氏啊，也差不多快完了。小林最后获得了设计师大赛的首奖，看着狼狈下场的王苏苏和徐周阳，我心想，这才哪儿到哪儿，以后还有数不胜数的惊喜与陷阱呢。果不其然，就在比赛结束，媒体还没来得及离开的时候，一群警察便进入了比赛会场，他们手里拿着警察证，看起来相当惹人注目。媒体们嗅到瓜味儿，一个两个又重新都围了上来。当警察们走到王苏苏和徐周阳的面前时，王苏苏吓得腿都软了。王苏苏支支吾吾，还以为警察是来抓他的，谁知为首的警察只是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你所犯的错误会有人处理，做出惩罚，我们警察不管。而后警察的眸子直勾勾望向一边的徐周阳。徐先生，请吧。徐周阳不敢置信，凭什么？有人指控你造谣污蔑，证据确凿，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就在徐周阳一脸不解的时候，他隔着人海看到了似笑非笑的我。警察局里，警察拿出了当初的案底，放在被控制住的徐周阳面前，一字一句地指着说，当初周周女士的案子里，周周女士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检查结果显示，周周女士是没有被侵犯成功的。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在外造谣捏造她已经被侵犯的事？你可知道这会对周周女士造成怎样的伤害吗？批判徐周阳的警察是个岁数年长些的女人，她很心疼我的经历，于是更加的厌恶徐周阳的这些行径。其实我当初为警察们提供的证据并不是很充足，甚至还在担心，万一徐周阳就是打死不认的话，我所做的事不就是功亏一篑了？但徐周阳出乎我的意料，当坐在审讯室里之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当初我那件案子的过程描述，一言不发。再抬头时，他已经是双目猩红，他竟然认罪了。彼时他看着我说，周周，不管你信不信，当初在群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年少时家破人亡，是你帮着我重新走出来，我怎么会嫌弃你不要你？我只是害怕在未来你变得越来越好了，会想着离开我。我只是怕你不要我了。我被他的理由气得浑身发抖，这不是你伤害我的理由。我拍着桌子怒吼，从一开始你救了我，我是感激你的，那时候的你才值得我喜欢。
闻言，徐州阳的头猛地垂下了，他开始双肩颤抖，不知是在害怕什么。直到身边的警察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什么救了你？谁救了你？哎呦，小姑娘，你可别认错人了。当初你的案子是我接手的，案发之后也是我第一个到现场的。那时候救你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吗？那个小伙子长得好看，见我们来了才离开的，后来还被我们找回来做笔录，我看看。”说罢，老警察开始翻看之前的卷宗和笔录，而后指着一行喊出声：“你看嘛，那个小伙子叫姜旺。”从警察局出来的那刻，我整个人都是愣怔的。姜旺，竟然是姜旺！不可置信，我这么些年都所托非人，更惊讶我的愚蠢和眼瞎。当初姜旺出国，我只知道他是因为一场意外受了伤，却根本不知道那竟然是为了救我。精神有些呆滞，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隐匿在马路对面的车猛地亮起车灯，直直地朝我冲了过来。那一刻我避之不及，却看到了驾驶座里女人的脸，是王苏苏。因为设计师大赛的事，王苏苏被主办方取消参赛资格，甚至终身禁止王苏苏在这个圈子里活跃。可以说，王苏苏这次彻底毁了，所以他下了狠心，打算报复我。可车撞过来的瞬间，我被一个人猛地扑倒在了地上。姐姐小心，避开了车。我被突然出现的姜旺带着扑到了马路一边。姜旺将我护得很好，我没受伤，他却全身上下布满了鲜血淋漓的擦伤。我顿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缩在他的怀里哭出了声，感受到抱着我的男人身子猛地一僵。姜旺笑了一声，道：“没事了，没事了。”这句话，当初他从那群畜生的手里救下我时，说的也是这句话。但彼时我的眼睛被血和泪护住了，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今天，姜旺，我错了。姜旺一怔，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本该喜欢你的。姜旺的身体更僵硬了，他滚动着喉结，想说些什么，可同时扑了个空的王苏苏依然不依不饶。他只调转车头，又狠狠踩下油门，再度朝我和姜旺一起撞了过来。周周小心，姜旺！两道声音同时响起，一个是来自于从警察局看到这一幕而后扑出来狂奔的徐周阳，一个是拼尽全力想把姜旺推出去的我。从未想过，徐周阳竟然也真正的救了我一次。车子冲过来的时候，我忙着救受了伤的姜旺，本来是无法逃脱的。可千钧一发之际，扑过来的徐周阳狠狠推开了我。躺在血泊里的时候，徐周阳还颤着手向我伸来。我心下骇然，却还是毅然决然转了身去查看姜旺身上的伤。怎么样，疼不疼？其实和徐周阳比起来，姜旺真的算不了什么。可现在的我已经不在乎徐周阳了，毕竟从一开始，我的灾难就是他带给我的。没有他，其实这一切都不该发生。徐周阳被警察们送上救护车时，那双看向我的眸子溢满了悲伤。看着我将姜旺扶起上了另一辆救护车的时候，他哭了，用嘶哑的声音道：“周玉，我们回不去了是不是？我们彻底完了是不是？”王苏苏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徐周阳也落得个这般可怜的下场。可我看着他，只觉得心如死水，甚至还有些想笑。我说，当然不是，还有一笔账我没和你清算，算完了，我们才算完。徐周阳皱眉之后，彻底陷入昏迷。徐氏被查封宣告破产的那天，我打扮得神清气爽，去了徐周阳的病房。那天为了救我，徐周阳断了一双腿，现在已经截肢。于我而言算好的，他没直接死，我就还有折磨他的手段。
小孙这么久在徐氏里，按照我的计划，将徐州阳偷税漏税做假账的证据全都掌握完全了。在徐州阳看清自己的内心，打算用生命补偿我的时候，徐氏也彻底倒盘了。病房里的电视被我打开，恰好就在播报徐氏破产的丑闻。看着一脸灰白的徐州阳，我扬了扬嘴角，可还满意？这样一来，你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度过了。徐州阳看着我，嘴唇发颤。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周，你就这么恨我？对呀，你得到的一切都是我陪你拼出来的。这次我要回来，又收了些利息，有什么不对？说到利息二字时，我看了看徐州阳的双腿，徐州阳猛地一颤。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你明明很爱我的。对呀，爱你就是我一切不幸的开始。从你明知道真相还要抹黑我的那刻，从你一边享受着我的好，一边又要和王苏苏你侬我侬的时候，我看着你就只觉得恶心。徐州阳闻言，插满针管的手抓紧了杯子，他落下泪来，怎么看怎么可怜。苏苏不是，我和她从来没做过过分的事，她是我的表妹，准确来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还能有些关心的亲人。我只是深吸一口气，我确实没想到王苏苏和徐州阳的关系竟然是这样，可我不在乎了。徐州阳，你再怎么解释也无法改变你的自私。你说爱我的同时造谣我，护着王苏苏的同时又和她暧昧，你觉得这是哥哥对妹妹的亲情照拂？王苏苏是这样认为的吗？他只会觉得是你同意让他进一步和你发展，你的态度决定了他现在魔怔的程度。徐州阳，你真是虚伪。丢下最后一句话，我转身抬脚打算离开。这几年都是我偷来的，公司、声誉，包括这双腿。周，你不原谅我也罢，但能不能？不能。背对着他，我打断了他最后的话。徐州阳，我有自己的新人生，你别再耽误我了。出了病房，等在外边的男人一脸幽怨。怎么等久了？我笑着捏了捏姜望鼓起来的包子脸，温言细语，怕你们旧情重燃，谁叫你不让我跟着进去？拉着姜望的手将人牵出医院。我说，要和我共用晚餐吗？这位帅气的小哥哥。姜望眸子一亮，这是什么意思？你愿意接受我了？夕阳西下，我拉着姜望离开，阳光拉长了我们的身影，将心清干净了。我自然是要考虑未来我新人生的主人公喽。姜望侧目看我良久，主动与我十指相扣。错了，姐姐，你未来的新人生主人公只能是你自己，我呢，就争取成为你未来唯一的男主角吧。姐姐，我爱你，希望你回馈给我爱的同时，我更希望你能一直爱自己，将自己活成大女主吧。反正我永远会站在这里，甘做配角，用永恒不变的爱守护你。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